在北京这座城市，住房始终是最紧迫的话题。有人为了一套房甘愿遍体鳞伤，有人则在房奴的泥潭中挣扎。而在海淀区万柳这块教育高地，一个本应成为中产阶层的上学钥匙的小区，如今却成了贬值的泻药，让无数家长在失望与焦虑中承受巨额损失。这个小区就是蜂鸟家园，名字虽小，但房价之高曾一度令人咂舌。它的魔力源自对口的北京第一牛小中关村三小，是无数北京中产家庭踏足教育江湖的第一步。可就在去年，蜂鸟家园经历了一场堪比断崖式的暴跌，成交价格几乎重回2018年的低谷。据多家中介统计，2023年蜂鸟家园房价跌幅高居北京各小区之首。在这个小区，一套43.98平米的大开间曾以高达1028万元的天价成交，单价达惊人的22.4万元每平米。可进入2024年，整个前3个月，蜂鸟家园仅卖出6套房，2套房源的成交价更是固守在600万元的临界线，仿佛是在拼尽全力维系最后一丝体面。一旦跌破这个心理防线，蜂鸟家园怕是要彻底沦为喋喋不休的深渊。中介陈女士在万柳一线卖房已近20载，但她万万没想到，自己今年3月的成交单上会出现0这个罕见的数字。往年的3月往往是蜂鸟家园成交量的小高峰，那是满怀期盼的家长们会火急火燎地涌入中介门店，争抢上车名额。就在去年3月底，一位家长冲进门店，狼狈不堪，却也毫不犹豫。他只放了一句：“给我选套最便宜的，我马上就买。”便斥资800多万拿下一套区区50平米的蜂鸟一居室，只为了给6岁的孩子圆个上学梦。可如今，这些曾经的疯狂，在蜂鸟家园已经成为过往云烟。中介们面面相觑，有家长盯上看中的房源，却迟迟不敢下手。在他们眼里，蜂鸟家园再也不是曾经100%上车盘那般牢不可破。在当前的低迷行情下，花重金购买一个不确定的入学结果，实在算不上一个明智之举。蜂鸟家园的爆冷并非个例。陈女士说，去年9月他们刚卖出一套光大花园的3居室，动辄2300多万，可合同还未生效，转眼10月份单价已缩水400多万，最终买家样样郁郁，卖家也只能勉强退让100万。要不是如此，买主准会直接违约。一时间，万柳区域的学区房行情跌至谷底，就连曾一度价高人傲的光大花园等楼盘，也在这轮降价潮中折戟沉沙，动辄数百万贬值。对于这些原本被视为顶级资产的学区硬通货，如今的疯狂抛售简直令人触目惊心。而蜂鸟家园区1200余户，从建造到户型，本就是一个先有人居住的过渡阶段，纯粹。多数房主为了孩子上学，宁愿将这里租给临时工、中介和培训班，自己则远走高门，寄居于万柳其他高尚地段的豪宅小区。在租售比低得吓人的蜂鸟，即便你以高于市价15%的价格出租，仍需等上83年才能回本。当房价巨跌，购房信心尽失，整座城市的氛围越来越低迷之际，人们终于惊醒。曾经买下的并非抗跌的硬资产，也非可住的房子，而只是为孩子上学而付出的巨额代价而已。代价这个词或许正是贯穿这场惨淡的根源所在。就连赶在2020年收网前购入蜂鸟家园的王先生，如今也对自己当年的决定开始生出怀疑。为了大女儿能上中关村三小，他和妻子斥资800万买下了这里的一套房。但转眼半年，蜂鸟家园的房价就开始疯涨，最高时一度突破1000万大关。而如今，连600万元的低价都打着有人颤颤巍巍的接受。在短短几年间，王先生就亏损了200万，但这笔钱比起为之后的2胎再多花一份上学费而言，又算得了什么？在北京这座城市，
为了孩子们的前程，再多牺牲似乎也在所难免。事实上，在被迫购入蜂鸟家园的那一刻起，王先生和无数北京中产家庭一样，就注定要为孩子优先买单。他们对留在北京本没有太多执念，甚至一度定下2019年底退路，但仅仅因为拿到了北京户口，生下了孩子，这个决定就彻底改变。一切房车选择皆需以孩子为先，家长们的人生也被生生锚定于此。于是，在选购蜂鸟家园时，朝向、面积、价格这些本该成为房屋关键指标的因素，全都黯然失色。唯一决定价格高低的，只有孩子能否用得上这一标准。一个年级的高低差别，就直接决定着房价能否多扬15万。蜂鸟的房子太特别了，孩子用不上便宜的，那也没办法。中介们无奈摇头。在这种孩子至上的氛围下，家长们不自觉地焦虑起来，恐惧自己的孩子会在这场持续的教育竞赛中落后，阶层下滑。这种恐惧不无来由。中关村三小在北京可谓赫赫有名，从小学1年级就开始尝试全英文授课，课余活动社团之多，足以将大学生们远远甩在身后。而在无数准三小生家长的传言中，才小学3年级的孩子就已修至高中数学，根本算不了什么。双减之后，家长们的教育焦虑反而被成倍放大。有人又自作主张，当程序员的就教孩子写代码，做生物制药的就亲自为孩子启蒙化学，场面一度失控。育儿群体里，就连小学就要清北的呼声也开始风起。为了追赶班上同龄人，保住自身阶级，孩子们的课余时间早已被各类培训班填满。陈女士说，他们接到不少家长委托，需要全流程托管出租房源，买主们宁愿自己远离蜂鸟家园，搬至万柳其他豪华小区，哪怕多花重金，只为确保孩子能过上与其人傲娇的门第相称的生活。一切的根源都在于生育率的持续降低。王先生最先发现了这一变化，2个孩子之间的年龄差，就让幼儿园录取口子从难如登天变为相当轻松。再联系到近几年来教育资源的富裕，他坚信当前蜂鸟家园的入学保障也将大为降低。没错，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口危机，当前的生育率跌至历史新低，孩子数量锐减已成不争的事实。这就意味着未来将有更多家庭有能力为孩子们购入豪宅，供其衣食无忧，而同时，一些曾经备受追捧的上学硬通货也将迅速贬值，就像眼下的蜂鸟家园。在绝望中，王先生仍在寻找熬过眼下泥潭的希望。他盼望通过精心装修，提高租金收益，来提振蜂鸟家园的租售比。但83年的漫长回报期限再度将他狠狠拽回现实。这个家庭兴旺之时正经历着中年危机，其根源实则来自整个国家的生育困境。如今的北京中产已经不得不面对一个孩子出生时他们就做出的重大错误抉择。购房用作教育投资的决策看似一举多得，实则在未来可能会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噩梦。在北京这座城市，住房何时不是阶层的象征，但同时它又往往成为家长们焦虑和债务的根源，甚至会让一些人在事后追悔莫及。蜂鸟家园就是最好的注脚，曾经被奉为最佳入场券的上学钥匙，转眼就成为了一枚定时炸弹，在中产家庭的美梦中炸开一个巨大的窟窿。面对这一切，中国人将不得不重新反思，在北京这座城市追求教育的代价是否太过沉重。